今天人到的够齐的，看这架势要开我的批判会。好，批判会开始。爸妈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今儿吧，跟您二老说一声，我和志存呢，我们俩复婚了。昨天登的记。这是大好事儿，恭喜你们！恭喜恭喜！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啊？对啊，哥嫂子，日子定了吗？哎，到时候啊，办这喜宴就在庄稼菜馆。改天我拉个单子，让大哥跟大嫂看一看。好，我谢谢大家了，不用不用。爸妈，我跟慧仙儿商量了一下，第一呢，我们都这岁数了；第二呢，是复婚，就不打算办了。哪天啊，咱们全家一起吃个团圆饭，您说成吗？随你的便，哎，只要你们高兴，怎么都成。爷爷，我爸我妈高兴了，我不高兴。我知道你不高兴，就送你俩字：忍着。呀，凭什么我得忍着呀？爷爷，您不能这样啊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您还搞这些封建、搞霸权，我反对。你要是还想跟那个向东有来往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可是从今往后就永远不要再进这个家的院门，我也没你这个孙女儿。哎，爸，您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啊！小九都这么大了，跟谁交往是他的自由，咱们当老家的没这么管着的吧？就是啊，再说了，向东那个青年挺好的，您干嘛不让他进家门啊？对呀，爸，这事儿就是您不对了。不是，我没反对他们来往啊，我不反对。不过你别忘了，这个院子是我的，我不让他进这个家门，哎，我有这个权利吧？不是爷爷，我就纳闷了，向东他怎么得罪您了？向东没有得罪我，可是他的爷爷向辉得罪了我。他爷爷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老爷子，是该让孩子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说说吧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都想知道为什么，那我就好好跟你们说说，我到底为什么。你们都好好听着啊。这话得从50多年前说起。当年我执意要娶你们的母亲，可是双方父母强烈反对，我甚至被轰出了家门。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的发小就把我介绍给他的恩师，当时赫赫有名的鲁菜大师，国营大餐厅的主厨，也让我走出了宅门，摆脱了像我父亲一样一辈子做人私厨的命运，成了一名国营大餐厅的厨师。这位让我走入新生活的好哥们向辉，就是向东的亲爷爷。哎呦，原来您跟向东的爷爷渊源这么深啊！当年呐，他们哥俩好的恨不得穿一条裤子。向辉见证了我跟你爸爸的情感经历，正是因为向辉，
把你爸带入师门，才有了你爸今天的成就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他也是咱们家的恩人。妈，爸，听您二老这么说，您和向东的爷爷亲如兄弟呀，那后来怎么就反目成仇了呢？那是怪我这个师哥心气儿太高，事事都要拔尖儿，嫉贤妒能。慢慢的呀，我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你爸那是祖传的厨艺，加上他勤奋好学，刻苦钻研厨艺，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，在当时很快就成为他这波同门师兄弟当中的佼佼者，很得他师父林大厨的器重。没过几年，我也就迎来了改变我一生的那次国宴。那次国宴啊，在大会堂的宴会厅招待外国总统，那是最高的规格。哎，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，也就交给了我的师傅，全国顶尖的厨师林大厨。当时我师傅啊，就鼓励我们要推陈出新，要创新菜，哎，为国争光。你爸就拿出了压箱底的祖传绝活——百鸟朝凤，在国宴上技压群雄，一炮而红。当年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。在那个年代，劳模那在全中国人心中，也就是榜样，就是英雄。那个时候，你爸随着代表团到全国各地去做报告，到处是鲜花和掌声，出尽了风头。后来林大厨呢，到了退休的年龄，你爸被破格提拔，接替林大厨的职位，任命为总厨，真正成为一代名厨。爷爷奶奶，你说您这说这么半天了，那我爷爷跟向东他爷爷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呀？你们听我慢慢的说。所有人都为我高兴啊，只有我这个师哥向辉恨死我了。他认为我获得的这一切应该都是他的，可是没办法呀，我的厨艺啊就是比他精良，这个争不过，比不了。后来有一天，他跑来质问我，说我忘恩负义，夺走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。我跟他说，我庄维天不是这样的人呐。可他坚持认为，我之所以厨艺比他强，是因为我们的祖上，有慈禧太后的御批的菜谱。他还跟我说，只要你把这个菜谱让我看看，就原谅我。你爸当时就跟他说了，就是把菜谱拿出来给他看，也根本没用。而且当时那个菜谱在你们爷爷手里头，因为跟我的关系，你爸跟家里闹的关系很僵，你爷爷不可能把菜谱交给你爸，所以也没办法给向辉看。可是我这师哥呀，死活不信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他就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我向辉，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师弟，啊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啊，在这行里啊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庄维天，我恨你一辈子，你记住了，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你。”说完，
转身走了。他这一走，就到现在都没出现过。啊？可是，爷爷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害咱们的事儿，让您那么恨他呀？有一天，突然闯进了一群狐狸兵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是有人呐，匿名举报，是奔着咱们家那2个物件来的。小小，当年那个匿名举报我的人，就是已经出走向东的爷爷，我的师哥向辉。因为嫉妒，因为仇恨，在那个年代下，对我们下黑手。你说，我能不恨他吗？人这一生吧，说长也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我们现在就要学会珍惜。那小小的事儿怎么办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孩子的事儿啊，让他们自己找辙吧。可是，向东他爷爷和咱们爸那恩怨简直太深了，这个结怎么才能解开呢？嘿，真是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明天就回香港，我要去问问我爷爷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呀？你别冲动行不行？小小，这事都过去多少年了？你爷爷对我爷爷积怨那么深，如果是误会的话，必须得化解。我觉得作为晚辈，我们应该做点什么。是，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如果咱们俩真能化解2位老人这段恩怨，那也算做了件好事儿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跟志存都说什么了？哎呀，志存这半辈子啊，活得太不容易。老伴儿，你给我生了个好儿子。哼，你才知道，咱们呐，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家。像咱们这样的家庭啊，千千万。哎，美好的生活呀，就是靠每个家庭的每个人用心、用真情啊，去创造的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多的感慨呀？我今天啊，太高兴了。你今天是说痛快了，终于把闷在心里的事儿啊，都说出来了。你痛快了，可小小那孩子怎么办呢？反正我该说的就都说了，哎，他自个儿看着办吧。他呀，一准儿找向东去了。老伴儿，你就等着瞧，用不了多久，那个人就得出现在北京城。他会来吗？一准儿的。
装威天的孙女儿。是，爷爷，我今天回家来就是想当面问一下您，小小爷爷说的那些事儿，是真的吗？向东，你当初一声不吭就离家出走，现在回来就质问你爷爷，太没规矩了吧？你让他说。爷爷，我真不是质问你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那些事究竟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又怎么样？不是真的又怎么样？你们老一辈人的事，是非对错，你们自己心中自有一杆秤。我们作为小辈，没有资格去评判对错。我就是想问一下您，这件事过去这么久了，有没有一丝缓和的可能？绝对不可能，一点化解的可能都没有吗？没有。没问题，来，你喝喝水。哎，这孩子。哎，向东，你别走啊！你让他走。谁允许你来的？爷爷奶奶，我是替我爷爷来道歉的。当年的确是我爷爷做的不对，伤害了你们二位，我替他说一声对不起。道歉的不该是你，而且你代表不了他。我知道我肯定代表不了他，但我还是打心底里的希望，有一天你能够原谅他。爷爷奶奶，对不起。爷爷，我和向东想的一样，希望你们二老能够一笑泯恩仇。您好好想想吧。那我也先走了。向东这股劲儿，还真像他爷爷。心高气傲，活脱一个小象灰。向东，向东，你等我会儿。向东，追上来干嘛呀？回去陪你爷爷奶奶吧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这事儿光凭咱俩没戏。你说这老人家怎么就这么固执呢？那还不是你爷爷当年把我爷爷都伤透了。行，咱俩就别互相埋怨了，想想该怎么办吧。哎呀，甭管想什么办法，反正那家呀我是住不下去了，我先搬我妈那儿去吧。那只能先这样了。